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，我是易采，和你一起了解生活，享受美好的独处时光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这12个有关衣服的谎言，正在掏空普通女人的钱包，希望你一个也没有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作家列夫·托尔斯泰，不要害怕真理，要接受事实。善意的谎言只披上了善意的字眼，终有一天真相大白更伤人。我们女人有时候买衣服也会如此，都会忽略一些事实和真相，而冲动购买下单，以至于让我们的钱包越来越扁。今天这期咖啡屋，一采和你分享这12个买衣服习惯，正在掏空普通女人的钱包。1. 冲动购买，一件中衣要不得。以前我经常冲动购物，每次逛商场或者网购，总是会被那些新款冬装迷得神魂颠倒。羽绒服看起来暖洋洋的，大衣时尚又拉风，围巾精致的让人爱不释手。一时间，这些漂亮的衣服完全占据了我的理智。有时候我甚至来不及看价格，就急不可耐地把它们收入囊中。可是回到家后，冷静下来，那种新鲜感就迅速消失了。那些曾经让我心动的衣服，最后就变成了衣柜里只穿过一次的过客。不过现在我学聪明了，会给自己设置一个购物冷静期，给自己1个星期的时间去想想。其实很多时候根本不用1个星期，我就已经不想买了。2. 追求潮流，却忘了自己的风格。每年春天，时尚界总有那么几款必入单品，让人不得不关注。要是不跟上这股潮流，好像就显得自己有些脱节了。记得去年马面裙很火，我也是跟风买了一件。但说实话，这种裙子确实得有一定身高才能撑得起来。我个子不太高，就算是买了最小码的，穿在身上还是容易拖地，走路时还老绊脚。要是想穿出去，我还得特意搭配一双5厘米的高跟鞋。这对于平时习惯了平底鞋的我来说，简直就是煎熬。所以想了想，还是果断退了。现在看来，马面裙的热度早就过去了。现在想想，如果当时没退的话，说不定现在它就只能安安静静地躺在衣柜里，成为一件闲置品了。其实每年的流行元素都有很多，我们也不可能每一件都去追。了解自己的身材，清楚自己的风格，选择那些经典百搭的款式，才是硬道理。毕竟能年年穿在身上的，才是真的值得投资的好东西。3. 忽视质量，只看重价格标签。打折的诱惑真是让人难以抗拒，特别是当你看到那件心仪已久的衣服，价格竟然打了半价，甚至更低，心里怎能不蠢蠢欲动呢？商家们当然深知这一点，他们明白，当我们看到平日里那些遥不可及的品牌突然间大幅降价，那种如获至宝的感觉简直让人无法抗拒，生怕错过这次难得的机会。于是我们纷纷出手，以为自己捡到了一大堆宝贝。然而很多时候，这些所谓的宝贝却因为尺码不合适、质量有瑕疵等原因，被闲置在衣柜的角落，最终它们成了浪费的代名词。4. 忽视搭配。之前我入手了一件特别喜欢的外套，可翻遍衣柜就是找不着能与之相配的内搭或是下装。这样一来，外套的利用率就大大降低了，还得再去买些新衣服来搭，平白无故多了好多开销。所以我现在每次想买新衣服前，都会先想想，看看这件新衣能不能跟衣柜里至少3件旧衣服搭起来。这样一来，每件新衣都能和旧衣服完美混搭，不仅穿搭样式多了，衣服也更实用了。5. 过度囤货，总想着总有一天会穿到，看着打折力度诱人，想着万一以后能穿呢，于是衣柜里经常满满当当的，但实际上那些尺码不合适、风格不搭的衣物，
永远躺在衣柜角落，占用空间，消耗着我们的心力。最好的办法就是只买当下真正需要的，再学会断舍离，让每一件衣物都有其存在的现有意义，而不是未来价值。6. 试穿后还是会留下不是100%满意的衣服。在网上看到一位博主说，一件衣服如果你只80%满意，就不要买，因为你买了之后，你只会因为那20%的不满意而不喜欢这件衣服的。真的是这个道理，一采之前断舍离的很多衣服就是如此才会被闲置的。记住，买衣服一定要买自己100%满意的，不要让将就、还行、懒得退换货这些想法而妥协。只有真正喜欢、真正满意的衣服，才能人穿得更自信、更开心。7. 忽视衣服的护理要求。看过一个博主讲他买衣服的经验，他说他喜欢那些能够穿3到5年以上的衣服，这可以看出这个博主已经很会挑选衣服了，而且衣服品质都不错。但是普通人买衣服，一定要懂衣服的材质，还有相应的护理知识。我有一个朋友，很多年前买的羽绒服再拿出来穿，都是颜色鲜艳，没有什么瑕疵。他说羽绒服换季时，他都会把衣服挂在浴室，用清水和小刷子慢慢刷洗，再用毛巾把表面的水擦干，放阴凉处晾晒。其实再好的面料都经不起错误的清洗方法，所以想要让衣服穿得更久，懂得护理清洗方法很重要。8. 买衣服不看面料质量。人们常说1分钱1分货，这话确实在理。只要掌握了识别面料质量的技巧，就能轻松挑到性价比高的物品。记得有一次，我给孩子网购运动速干衣，没太关注面料，结果衣服穿了几次就起球，让人郁闷。后来我专门去研究了一番，发现速干衣的面料主要是以涤纶和尼龙为主。再后来买这类衣服时，虽然价格稍高了一些，但面料优质，衣服耐穿，细算下来其实是更经济实惠的选择。9. 换季时提前买衣服。刚上季的衣服价格一般都较贵，而且像南方城市四季不分明，春秋季短，衣服提前买，很多衣服很容易被闲置。商家总喜欢吹嘘现在就要买秋装，到真正冷下来，我们又要卖冬装了，这话可千万别相信，正当时的衣服才是最好的。10. 同款式多次重复购买。我表妹对大衣情有独钟，尤其在冬季，她的衣橱里总是堆满了各式各样的大衣，数量多达20-30件。然而每次我们一同漫步在熙熙攘攘的街头，她的目光总是不自觉地被那些熟悉的款式所吸引。一个季节，短短3个月，尽管她拥有如此多的大衣，但若每件都想要尝试一番，每件也只能轮换着穿3天而已。在冬天，大衣虽然优雅，却无法与羽绒服的保暖性能相媲美，于是她不得不额外投资购买羽绒服。这样一来，她的开销便无形中翻倍了。在实际生活中，我们可以考虑减少同类衣物的购置，而选择一些具有不同功能性的服装，这样既能满足她对时尚的追求，又能避免不必要的重复消费，守好自己的钱包。11. 追求不适合自己的品牌。我看过身边很多女生，一味地把钱砸在那些奢侈品衣服和包上，也不管自己适不适合。例如，某次看到一个朋友买了一个香奈儿的小包，包包链条比较长，和他身高以及他的衣着不配，他却告诉我这个包花了他小1万。我当然不会直言不讳点地说出自己的想法，不过是看别人的同时，给自己多一个提醒，品牌再好也要合适。12. 需要预付和尾款的衣服。这种需要提前支付定金的衣服，容易让人产生一种错觉，
就是当你付了一小笔定金，就仿佛已经拥有了这件衣服，心里觉得特别踏实。商家总是巧妙地把总价拆分成定金和尾款两部分，每次支付的钱看起来都比总价要少，让你在付尾款的时候还会觉得好像占了便宜，花更少的钱就买到了心仪的衣服。但实际上呢，衣服的总价并没有变化，只是分成了2次支付而已。而且很多时候，这种预付定金的方式，价格反而比平时单买还要高一些。我们女人天生就对喜欢的东西有强烈的占有欲。俗话说得好，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。预付定金这种方式刚好就迎合了我们的这种心理，让我们心甘情愿地把钱从钱包里掏出来。所以当遇到这种情况，我们一定要保持冷静，不要被一时的喜欢冲昏了头脑。冲动下单，除了以上12个买衣服习惯以外，容易掏空我们钱包的，还包括购买了看起来好看，穿着灾难的衣服。一字领的衣服，看到别人穿一字领的衣服，那露肤和显瘦的效果真是让人心动，瞬间感觉气质爆棚，贵气和氛围感十足，心里立马就动了念头，也想买一件回家，再配上精致的妆容，说不定自己也能轻松变身千金大小姐。不过我也得提醒你，这种一字领的衣服其实有个大 bug， 那就是穿上之后你会不停地拉领口，根本停不下来。你刚把衣服整理得整整齐齐的，结果一抬胳膊就又乱了，然后就得反复整理，反复乱，真是挺烦人的。不整理吧，衣服堆在肩膀上显得特别邋遢；整理吧，外面又没有镜子，根本弄不到满意的状态，真是麻烦。而且啊，这种衣服对肩宽的人真心不友好，穿上显得特别壮，再加上它只能单穿，不能叠穿，局限性太大了。所以啊，这种衣服哪怕再流行，我也不太建议你买。如果实在想尝试，那就买件便宜的，偶尔拍照穿穿算了。2. 模特图是光腿搭的外套，这款外套真心劝你别入手。你看主页上展示了各种搭配，但清一色都是光腿造型。先不说秋冬季节我们能不能光腿，就算你用了光腿神器，也绝对达不到那种效果。原因很简单，首先这种衣服往往有色差，照片都是经过美图滤镜处理，才显得那么自然，那么美观。可我们现实中哪能活在滤镜里呢？这是其一。其二，所有模特的搭配图都是光腿，你以为他们不想尝试更多搭配吗？其实不然，他们试过各种穿法，发现只有光腿才最能出效果。连模特和修图师都搞不定的衣服，我们买回去，穿法自然也被限制住了。所以啊，这款外套还是别考虑了。3. 介绍高贵面料不能机洗的衣服。分2类，一类是亮片钻饰比较多的，一类是有点毛毛的面料。前者机洗会脱线掉钻，你以为手机就完了吗？不，手洗依旧会脱线掉钻，而且没法搓，会扎手。后者毫不夸张，就是一次性的，只要洗完，软糯蓬松感就没了，穿着的感觉也就变了。话再说回来，不能水洗的羊毛，不能机洗的羽绒服，现在的洗衣机都出了相应的洗涤功能了。这年头还有介绍洗衣机不能洗的衣服，就是压根不能洗的。4. 带毛毛领的衣服。那些带着毛毛领的衣服一穿上身，简直就是氛围感女神的标配。特别是那些打底衫，简简单单的款式，只要在领口、袖口或是下摆加上一圈毛毛，瞬间就显得高级感十足，让人眼前一亮。但话说回来，这类衣服美是真美，可也有它的局限性。如果可以的话，能不买就尽量不要买，因为它们往往只能单穿，叠穿的话可就麻烦大了，因为袖子上有毛，
外套的袖子根本就穿不进去，领子上有毛，露也很尴尬，下摆有毛，显得胯特别宽，前襟有毛，又臃肿又繁琐。总之，怎么穿都不好看，而且一般打底衫上配的毛毛都是不能拆卸的，这样一来，洗涤也成了个大问题。5. 毛衣短袖，很多网红博主都会这样穿，真的老有氛围，老好看了。作为一个不怎么会穿搭的普通人，跟着博主穿搭是穿衣变好看最捷径的方式。如果你跟我一样，也对毛衣短袖也动过心思的，那大概率也体会到了它的鸡肋所在。原本用脚后跟都能想到的毛衣和短袖本就2个季节的东西，却偏偏就在美图的诱导之下迷失了。买回家夏天穿着热，冬天穿着冷，秋冬也找不到合适穿着的机会。心想着实在不行，里面加个打底衫吧，当个马甲穿，结果它还不如马甲，穿出来显土显壮的一批，妥妥的闲置品一个。那种毛衣短袖加半截袖子的能好点，至少拼起来还是完整的毛衣，冬天貌似是合理，但是谁穿谁知道，哪怕就露一点点缝，那钻风感都嗖嗖的。我也敢肯定，一定不是我老了才有这种感觉的。6. 春秋冬吊带裙搭配外套套装的衣服。夏天吊带裙搭配外搭是常规操作，吊带凉快，外搭防晒，2个搭配起来既有功能性又有层次感，甚是好看。于是春秋装就萌生出来一批同样配置的衣服，不同的是它的面料很厚，然后穿着感也就变了。首先是哪怕有外套，但不能敞开扣子穿，因为里面是吊带，但凡打开立马会体验到什么叫秋风刺骨。而扣上扣子，保暖性好了，但是中规中矩的样式又十分难看。然后是下身，上半身是适用秋冬后的面料，而下半身是裙子，总不能光腿吧，特别是北方，不想得老寒腿就得上打底裤，而一旦上了打底裤，胯腰加粗后依旧难看。前年秋天我就买了一身牛仔布料的吊带裙加外套套装，到现在2年了，好像就穿了一次，是真心找不到合适穿它的温度，白瞎了我那几百块。7. 羽绒马甲。对于怕冷的朋友们来说，羽绒马甲常常被视为一种外表迷人，实则难熬的尴尬选择。没错，它确实能作为叠搭的神器，营造出时尚感，还有那种洋气的层次感，即便是穿搭新手也能穿出博主般的范儿。但话说回来，对于我们这些怕冷星人，特别是在寒冷的北方，穿着这种马甲出门，冷得让人直打哆嗦，胳膊感觉分分钟都能冻僵。要是为了胳膊不冷，把马甲穿紧点儿，后背又开始热得直冒汗，特别是每天坐地铁通勤，路上还得时不时脱下来拎在手里，真是麻烦。我本来还想着外面穿不了，家里总能穿吧，但没想到在来暖气前的那几天，胳膊还是得冻着，手上还得抱着暖宝宝取暖，依然感觉不暖和。所以有时候真觉得还不如春秋季就买些符合季节特征的单马甲搭配，既好看又实用，到了冬天直接穿上羽绒服来得更实在些。8. 小香风套装。关于小香风套装，我真的太有发言权了，而且是那种买一套心死一次，死灰复燃后再买一套，然后再闲置一套，于是至今为止的很多年就一直吐槽，一直打脸。好在在踩坑中也发现了一些秘诀，因为小香风的面料是比较偏厚的，所以单穿外套是硬挺好看的，这也是它能流传100年的原因。而如果你穿了一套上身，不管是上下装还是连衣裙，都会非常显胖，因为普通人的身材都达不到模特高挑且瘦的状态。下来就是小香风自带的精致感，致使它非常挑穿着的条件和妆容，
如果没有化妆穿上它，会显得非常土；而化了妆，日常通勤穿又会显得有点用力过猛。除了挑身材、气质、场合之外，他还挑饰品，但凡饰品包包搭配不到位，精致土这个词就会瞬间被具象化。所以别管人家穿着多好看，咱普通人要是不想被一件衣服限制，还是尽量别碰。心理治疗师萨提亚在《爱人先爱己》一诗里提到，爱自己是生命的法则，除非爱自己，不然你不可能滋养到别人。我们女人得先懂得爱自己，无论是外貌、内心还是健康，都得好好珍惜，接纳真实的自己，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正能量的磁场，去滋养周围的人。钱包不能空，爱自己也绝不能停，要时刻以自己的感受和健康为重，用心呵护。只有真正学会了爱自己，我们才不会被那些虚假的言辞所迷惑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